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主任嫌我业绩太好，生怕我抢了他的风头，安排刚毕业的表弟强行接手我的千万级贵宾客户。我不以为意，顺着他的心意选择了辞职。当晚回到家中躺平，一觉醒来，却在自己家门口见到了求资源的主任。他怒目圆睁，指责我没有私德辞职，还带走大客户的资金。我不明白，怎么花亲爹的钱还叫没私德呢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爷爷去世，我向银行请了丧假，人刚到老家，就接到了主任的电话：小卢啊，今天行里客户太多，你的事儿先放一放，回来加个班。我一愣，以为主任忘了我请假是为了参加葬礼了，赶紧解释：主任，我爷爷明天葬礼，老家离得远，恐怕回不去。电话那头传来轻飘飘一声冷笑：办什么葬礼？现在都流行海葬，骨灰直接撒海里就挺好。我脑子懵了，这才回过神来，主任哪里是让我回去上班，分明是为难我。我工作了5年了，一直兢兢业业，今年拉存款，竞技比赛上还给银行拉来了千万级的大客户，整个支行都因为我的业绩喝上了汤。不谦虚地说，我好歹也算支行的中流砥柱了，现在比赛刚结束，主任就这么对我，简直令人发指。可我是高素质、高学历、高颜值的人才，遇事不慌，沉着冷静。我轻轻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句：连葬礼的流行趋势都知道，真不愧是经常办丧事的朋友。说完啪嗒挂掉电话，而后电话静音，微信退出。3天后的早晨，我准时出现在晨会上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佩服中带着同情。主任面朝全体，这几天客户多，同志们都积极应对，十分具有集体主义情怀。话音一转，他阴阳怪气，但个别同志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，投机取巧，偷懒耍滑，说是去参加葬礼，却连个死亡证明都没有。有的，主任，我早料到主任会找茬。主任杜明，出了名的小肚鸡肠，那天受了我一嘴炮，他要不找回场子，他就不姓杜。当着所有同事的面，我掏出手机，现场打开死亡证明的图片。杜明的脸黑了下来，半天憋出一句：那也不是直系亲属，只有你爹妈死了才能请丧假呢。一股怒火从心底窜出，我忍住要抽他的冲动，皮笑肉不笑地伸出大拇指：还是您专业，以后行里谁家办白事都得跟您讨教经验，丧假不能请就不请了，给我算事假好了。银行规定，丧假不扣钱，事假扣钱，无所谓。我名下客户资金上千万，光绩效1个月就好几万，扣那点钱不算什么。可我低估了杜明的无耻，他尖笑一声：小卢啊，你看看你写的假条，明明是丧假吗？你写错了假条，那就相当于没写，可你这3天又没上班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，不会是要给我调岗吧？既然小卢你这么主动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柜台就是你的天地了。我简直要气笑了。我刚拉来千万存款，就要给我调岗，卸磨杀驴也没这么快的。本着善良的本性，我劝主任，我那几个大客户怎么办？杜明一斜眼：怎么是你的？那是行里的，你调岗了，自然有新的理财经理来接手啊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好，兔死狗烹是吧？鸟进弓藏是吧？我为了这几个大客户，是求奶奶告姥姥的，
还陪着客户下了无数次馆子，甚至还亲自给客户做饭，眼看就要算业绩了。这个时候给我调岗，摆明了不想给我发绩效，大几万的绩效啊！我冷静下来，深知这时候得理智，毕竟是可辱，钱不可无。好，我同意调岗，但我拉存款的绩效得如实给我。杜明的眼里闪过一丝不屑，虚伪的唉声叹气：“小卢啊，你也知道行里的规定，客户在谁的理财号下，就得报谁的业绩。换句话说，虽然活是我干的，但绩效不能发给我。”我笑了，世间居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再说了，等你当了柜员，薪资结构就变了，哪还有理财存款业绩这一项啊？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就差把手伸我兜里掏钱了。我心中怒骂杜明祖宗8辈子，可想到爸爸对我的叮嘱期待，我攥紧拳头咽下这口气，从牙缝里硬生生挤出一句：“行，那我就干柜员。要是绩效不对等，我再找人力资源核实。”我收拾好东西，准备进柜台工作，主任却拦住了我：“小卢啊，你刚上柜，业务还不熟，最近就去最西边那个柜台吧。最西边的柜台是零钱柜，每天不是收零钱就是数零钱，拿的也是基本工资，根本没有收益可言。”杜明这是想逼我辞职啊？见我没说话，杜明面上露出得逞的微笑。借这个调岗的机会，我来介绍个新同志，季平，盛城学院的高材生，也是今年的应届生。以后他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员了。季平在校期间考取了银行从业资格证，十分优秀。我决定让季平来接任理财经理一职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同事们面面相觑，掌声稀稀疏疏地响了起来。有同事问杜主任：“让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当理财经理，合适吗？”杜明看了我一眼，不屑道：“客户员都是现成的，就是打电话送礼，狗都能干。和我关系不错的王小虎义愤填膺，可这些客户明明都是卢玲带来的。”季平抢在杜明之前道：“这位同志，客户是奔着咱们银行来的，可不是奔着某些人来的。”他边说边朝我投来鄙夷的目光。卢玲，待会儿麻烦你好好和我交接，要是你私下截留客户信息，或者假公济私，我可要向纪检举报你的。一个新员工这么猖狂，在场同事一阵窃窃私语。只有我知道，这个季平可不是外人，他是杜明那个不学无术，靠着体育特长考上大专的表弟。我看着他那张明明才20出头，却一脸老气横秋的脸，反驳道：“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说我截留客户信息，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那就是诽谤。这里可是有监控，有录音，我随时能起诉你。再说了，绩效还没给我呢，就先给扣帽子了。学校老师是这样教你的吗？”季平冷哼一声：“绩效？绩效？你眼里就只有金钱吗？在我们银行工作获得的价值感就一点不提吗？要是没有银行，你卢玲什么都不是。”晨会还没散，同事们一听他这么说，立刻哄闹起来。这些年我的业绩如何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结果季平几句话就把我的功劳给抹杀了。我气得攥紧拳头，恨不得给他一拳。季平见我吃瘪，十分得意，高声道：“大家要踏踏实实工作，千万不能像某些同志一样好高骛远，自命不凡。”我气笑了，说我自命不凡，我就自命不凡给你看。上班没半个小时，季平就从理财室气势汹汹地跑到杜明办公室。一会儿，
杜明领着季平来到我柜台，敲敲我柜台的玻璃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理财信息表里都没有大客户的私人电话，只有他们秘书的电话？你怎么做的工作？我笑了。那些上千万乃至上亿的大客户非富即贵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把私人电话泄露给一家小支行？我头也不抬，继续低头盯着桌子上的硬币，一枚一枚的数，数出100个包成一个纸筒。当包完第5个纸筒的时候，我才悠悠开口：哎，杜主任，我现在就是个小柜员，只能数数零钱，办点存取款。你说的这些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啊。季平脸色一沉，这些客户不都是你联系来的吗？哪能啊，人家客户是奔着银行来的，可不是奔着我来的。先前季平对我的话，我原封不动地还给季平。杜明怒火冲天，一张脸气成猴屁股，让你配合工作，你推3阻4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只余杜明气呼呼的喘气声。不干也行，麻烦杜主任去人力按照流程辞退我就是了。杜明一下子就蔫了，按照流程辞退员工，尤其是我这样的金牌理财经理，不仅要写报告，还要杜明亲自去人力资源部做情况说明。他可不想平白惹上麻烦。我又对季平道，大家要踏踏实实工作，千万不能像某些同志一样好高骛远，自命不凡。季平气得一拳头砸到柜台玻璃上，咔嚓一声，他手腕扭了。他捂着受伤的手腕，还要冲进来打我。杜明一把拦住了他，语气缓了下来：小卢啊，你看小季是个新人，你作为老同志是不是得关照下年轻人啊？你平时怎么联系的凌云集团的老板的？给小季指点指点。哟呵呵，晨会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我皮笑肉不笑，主任这说的哪里话？人家季经理可是高材生，哪是我这种区国外留学回来的废柴能比的？季平的脸黑得能滴墨了，他扯住杜明：表哥，别求他，不就是几个客户信息吗？我还就不信了，没有他，咱们行就开不下去了。当天下午，整个支行的同事都收到了加班通知，除了我。没办法，谁让他们建新微信群的时候故意不加我的。第二天，我哼着歌来上班，看到柜员同事们一个个顶着鸡窝头，满眼的黑眼圈，个个精神萎靡。一看到我，王小虎像看到了救星。哥们，上午帮我顶半天柜，我去后面睡会儿。昨天陪着季平那孙子拜访客户到凌晨，愣是连人影都没见着，还挨了杜主任一顿骂。我正要答应，杜明突然冲出来：卢玲，今天早上凌云集团的公司账户转走了2000万，是什么情况？我耸耸肩膀：不知道啊。杜明愣怔了，王小虎赶紧解释：杜主任，卢玲现在不是理财经理了，进不去理财系统，看不到大客户的资金进出了。杜明脸色一阵红一阵黑，半晌支支吾吾道：你的客户大额资金流出，你不该给个解释吗？啊！我一脸惊诧，客户是我的，客户不是行里的吗？杜明一脸便秘，黑着脸走进理财室。1个小时后，他又出来了：你没交接好理财经理的客户日志，就是你的失职。现在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带着季平去拜访客户。我马上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交接单，这交接单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，交接内容里有客户日志，季经理还签字了的。怎么现在又说我失职呢？难道说是季经理没看清楚就签字了？那可就是他的不对了。
杜明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你别说这些废话，现在我让你去带他拜访客户，你到底去不去吧？我笑了，这是实在没招了，开始以权谋私了。我阴阳怪气地说，哎，连绩效都没发，哪有心情乐于助人啊？中午去食堂打饭的时候，王小虎悄悄告诉我，不光是凌云集团，连带着几个小公司的资金也转走不少。季平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一个小公司的老板，结果他高高在上的威胁客户，不把钱转回来就冻结客户账户，客户给录音了，还说要报警呢。我笑笑，这个季平真是蠢出天的王八羔子啊！打饭的小妹站在那里看着我俩聊天，欲言又止。等我俩说完了，她才犹豫道：“卢玲，你饭卡没钱了？这才刚月初，行里的饭补我还没用几次，怎么会没钱了呢？”不用问，肯定是杜主任使的阴招，他想逼我自动辞职。可我见招拆招，他没办法，就只能从些细枝末节上动手，想用这些小动作来恶心我。我冷笑着打开手机，帮我拍下饭卡的交易记录。如王小虎所说，今天一上午，不光对公账户的资金流失严重，还有几个大客户通过网银将自己名下的资金转走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季平得罪的那个小老板真报警了。杜明一上午脚不沾地的给季平擦屁股，嘴里见谁骂谁，差点把屋顶给掀了。没过多久，王小虎一脸兴奋地跑来，卢玲，世行来人了，说是巨额资金流失，要来调研，公司部的刘总还要找你问话呢。我摆弄着面前的硬币，拆了包，包了拆。哎，好，我弄完这堆硬币就去。我的手机响了又响，杜明来了一趟又一趟，我每一次都微笑答应，然后一动不动。终于，刘总秘书来了，谦卑有礼的请我过去一趟。我走到理财室外，透过理财室的玻璃，我看到刘总来回踱步，不时地伸着手指头说着什么。杜明唯唯诺诺的不断点头陪笑，季平茫然无措，额头冒汗。他才刚毕业，哪里会营销，哪里会维护客户啊？我敢肯定，此时此刻，他连刘总生气的点都没弄清楚。果然，轮到他说话了。他一个劲儿地看杜明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，而杜明也没经手过理财业务，也支支吾吾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刘总更生气了，我敲了敲门，一屋子人的目光瞬间投射到我身上。我一进门就面带愧疚的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刘总，今天零钱太多，让您久等了。”杜明看到我赶紧站起来，擦了擦脸上的汗，挤出一个讨好的笑容来：“小卢啊，来，快给刘总汇报汇报工作。”我点点头，任由杜明给我打凳子倒水。从昨天到今天，我一共清点零钱13200元，其中1元硬币有。杜明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差点憋出血来。小卢啊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刘总是问你客户资金转出的事啊？我面露惊讶。杜主任，这事儿不是季经理负责吗？季平脸色憋得通红，想骂我却又不敢。杜明搓手，小季是个新人，咱们老同志得向刘总学习，发扬风格啊。不愧是他，挨骂还不忘拍马屁。我点点头，装作被说服的样子向刘总汇报：“刘总，这些理财是我辛苦维护来的，但杜主任说我干了柜员后就没有理财绩效了，所以后续我没怎么关注。”“怎么没有？你别胡说！”杜明一急，赶紧打断我的话，生怕刘总质问他绩效分配的事。有，该是你的，还是你的？你的绩效表我都签字了，
这个月和工资一块发。有了这句准话，我这才清清嗓子，都认认真真的对刘总说起这几家大客户的具体情况。诚如杜明所说，这几个大客户都是我联系的，刘总问什么我答什么，每个问题都有问必答，滴水不漏，还顺便解释了为什么会同时流出这么多资金。资金既然已经流出了，那当务之急是要让资金改进回笼。刘总对我的回报很满意，当场放话，这几个大客户的维护还是我负责，当然绩效也发给我。恭恭敬敬送走刘总，我笑着冲季平道：没事儿，我就干活去了，你加油哦。季平怒气冲天，又挥着拳头冲上来，在他拳头碰到我之前，我补了一句浇灭他怒火的话：刘总说了，你的学历不符合任职要求，延长实习期到6个月，6个月后如果你不合格，那就取消任用。季平的气焰立刻压下去了，杜明也急了。季平这活是他求爷爷告奶奶，花了不少钱，拖了不少人才给安排的，要是被取消录用，那他之前的钱不都白花了吗？不光如此，要是季平名下的客户真的流失严重的话，那他的业绩也受影响，弄不好还会被劝退。杜明搓着手讪笑几声：小卢啊，你看我连绩效都给你发了，是不是够意思了？这几个大客户你可得帮我盯好了。我点点头，等发了绩效，我一定盯好。杜明笑容一僵，咽下到嘴边的脏话，一拍脑门：你看我这脑子，怎么忘了你前几天刚参加了葬礼，现在是用钱的时候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就给你打特殊申请，让财务提前发绩效。说完，他真的掏出手机来给财务部打了电话。我感激地握着他的手，将饭卡塞到他手里，一块帮我把饭补充好吧，这眼瞅着就到中午了，我的午饭还没着落呢。今日阳光灿烂，我笑着温暖和谐，他笑着咬牙切齿。好大一会儿，他咽了口唾液，好像是咽下了咬碎的牙齿，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：好。这天中午，我要了一大份的红烧肉，拌着米饭吃一半剩一半。近几日的全与民的拉扯中，我打工人卢玲总算是出了一口气。不过答应归答应，本职工作不能忘。午饭过后，我又坐回到角落的小柜台里，继续一枚一枚的数硬币，丝毫不提大客户资金的事。杜明急了，当即拍板让我回理财室工作。理财室窗明几净，我真想对着我用惯了的电脑大喊一声：我卢汉三又回来了。而季平不知道杜明怎么和他沟通的，他心甘情愿地进了柜台，接替我去数零钱。重回理财室后，我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利用下班时间整理客户信息，拜访客户了。我一上班就和杜明说，我要去拜访客户，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打游戏，要不就拉我的小伙伴来理财室，对外声称有客户来拜访我。就这样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，资金总算是停止了转出，但却没有丝毫要转入的迹象。杜明快崩溃了。我适时敲了敲季平的柜台，这堆零钱数出来，我一会儿要带给凌云集团的老板，听说是他女儿要的。季平瞪大眼珠子，恨不得吃了我，可他也不敢得罪我。资金一天没流入，他们就一天需要我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凌云集团的资金开始陆陆续续回转了，终于在月底的最后一天，转入了之前转走的2000万。整个支行都松了一口气，可我却知道，大客户的钱容易进也容易出，让客户进钱不难，
难的是怎么保持住、维护住。以季平这眼高手低的性子，他不作妖就不是他了。可杜明不知道啊，杜明不是业务出身，不知道理财经理的工作环节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还以为资金回来了，客户也和季平接上头了，此事就万事大吉了。当天晚上，他热热闹闹的请全支行人员去吃烧烤，在烧烤摊上冲着同事们大喊：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今天的消费由我杜某人买单。当然，这份热闹没我的事。这顿饭之前，他就找我谈话，说他私下补贴我3N 的赔偿金，让我自己提出离职。这感情好啊，谁和钱过不去啊？反正绩效都到手了。可我刚在家躺平还不到半个月，就接到了法院传票，说我泄露客户信息。银行对客户信息管控十分严格，私自外泄不光要赔偿，严重的还得进局子。我一愣，随即心中了然，难怪杜明给钱给得这么痛快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他认定了之前大客户资金流出是我搞的鬼，哄骗我将资金转回后，先劝我辞职，只要我一辞职，那我就不是银行员工了。这时候我要是再联系客户做资金转入转出，那就是泄露客户信息和利用客户信息谋私，这2种罪名，无论哪一个都不是小事。幸亏我是个以德报怨、心胸宽广的人，没有利用之前的客户信息挟私报复。我转走的明明是我自己的钱，我把银行里发生的事告诉了爸爸，还说我要回家躺平，再也不上班了。爸爸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哎，你老子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一辈子是个打工的。本想着你是个读书的苗子，能吃上国家饭，谁想到你。我揉揉太阳穴，再三解释，爸爸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私企个体只要好好干，都能过上好日子。你看咱家不就靠着你才住上的大别墅吗？再说了，你也不是打工的，你是大老板。我一顿彩虹屁输出，可爸爸油盐不进。你懂什么啊？吃国家饭是咱们老家的优良传统，咱老家有句老话，不孝有三，无边为大。你现在就是那个不孝子，可银行也没编啊，那还不是你没本事，没考上公务员。你明天先去财务部报到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一边上班一边学习，争取下次考公一举上岸。我咬着筷子，心里长叹一声，先去我家的企业混混日子吧。至于老爷子的3观，还得从长计议啊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收拾利索来到了凌云集团。谁想到还没进门，就看到了季平。季平正拎着东西对着保安点头哈腰，2只眼睛下全是乌青，神色憔悴，再也没有当日的嚣张。他一见到我，忽然笑了一下，又张狂起来。卢玲，你今天也是来拜访凌云集团的财务部老总吧？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利用银行客户信息谋私，你呀，就等着吃官司吧。我冷哼一声，你有证据吗？这里可有录音。杜明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，装作一脸惋惜，哎呦，小卢啊，你就是年轻气盛，为了这么点事儿就犯法，不值当的。你听哥一句劝，好好劝凌云集团的财务将资金转回来，再把之前我给的赔偿金和行里发的绩效转给小季。这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，你也当买个教训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？哎呦，小卢啊，这事儿办不好，你可得进局子，你可要想好了。杜明一脸横肉，口水都快喷我脸上了。小杜啊，这个称呼一出，杜明的脸瞬间黑了几度。小杜啊，还是那句话，
警察是讲证据的，你没证据乱咬人，我可要告你诽谤的。季平自从入行以来一直受制于我，这下可算逮着机会对我了。你今天出现在凌云集团就是证据，我已经拍下照片了。你一个被银行辞退的人，来大客户的公司干什么？还说你没有利用客户信息谋私。我暴毙端详着季平，不愧是民办专科的体育专业应届生，脑子就是特别啊。我出现在这儿怎么了？能证明什么？我就不能来找人，不能是路过？你狡辩！季平怒喝一声：你给我等着，我非让你坐牢不可。这时凌云集团的员工陆陆续续都到了，财务部的胡总也来了。一见到胡总，杜明赶紧迎了上去：胡总辛苦，您看咱们那个资金。胡总一脸为难：杜主任，这事儿我说了不算，我们财务部如今归凌云集团的公子管，您得问他。说完，他径直走到我身边，帮我刷开了门禁。小卢总，您先请。谁？季平瞪大眼睛，眼珠子差点掉下来。杜明张大嘴巴呆在原地，险些晕倒。胡总吩咐秘书，让几家银行的理财经理到会议室等着，闲置资金的归属需要小卢总仔细斟酌。杜明反应过来，赶忙跟在秘书后面，连连点头哈腰。盛城银行的理财产品我比谁都熟悉，凌云集团的资金动态我更是了如指掌。两相碰撞，问题浮水而出。我连问了几个专业的理财问题，杜明冷汗涔涔，季平支支吾吾。无论是理财产品、理财期限还是理财利率、交易方式，他都说不出个门道来。看着他们的模样，我蹙眉道：这家银行太不专业了，换下一家进来。杜明还想说什么，可秘书随即递给他一份律师函，并告诉他：你们在凌云集团门口大声叫嚷，有损我司和小卢总的声誉，现我司将提起诉讼，贵行及贵行经理将承担我司和小卢总的精神损失费。杜明擦了把汗水，还想说什么，却什么都没说出来，只是脸色红一阵黑一阵的，难看的要死。季平又上火了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喊：你刚被银行辞退就能当凌云集团的财务总监，该不是你私下里卖钩子了吧？难怪那些客户对你言听计从，感情是能豁得出去啊！杜明着急忙活地去捂季平的嘴，秘书生气地喊来保安，把他们撵了出去。其他银行的理财经理窃窃私语，他们怎么做的客户调查，连小卢总是凌云集团老板的儿子都不知道。原来杜明哥俩不知道，但经此一闹，算是知道了。他们还托同事来请我吃饭，还说要与我尽释前嫌，我都拒绝了。我仔细考察了市面上的银行和凌云集团的固有资金，决定自己成立个金融公司，一来让爸爸看看我的实力，二来也能真正的学以致用。而杜明却遭遇了职业危机。听王小虎说，季平因为弄砸了好些客户的理财规划，已经被取消录用了，而杜明也被刘总警告，如果再不能恢复支行的业绩，他这个主任也别干了。王小虎说杜明没什么本事，把业绩压力都给了普通员工，现在他们是全年无休997，累得要命。我想了想，邀请王小虎来我的金融公司工作。金融公司挂牌第一天，秘书突然告诉我：小卢总，您被网暴了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直播软件里杜明痛哭流涕地对着镜头道：那个小卢是我一把手带出来的，谁想到他辞职就辞职吧，还把客户给带走了。
我不是心疼业绩，我是心疼客户啊！现在挣钱攒钱多不容易，客户随随便便就被忽悠的把钱放到了金融公司，还是一家新的金融公司，不知道有没有保障。他身后还站着几个与我关系不和睦的同事，有鼻子有眼的给网友分析金融公司多么不靠谱，就差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骗子了。评论区开始跟风，有的说我是富二代不务正业，有的说凌云集团遇到了财务困难，这才让我出面集资，还有的说我忘恩负义白眼狼的。秘书十分为难，咱们马上要开业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知道，金融行业里舆情可是最难控制的，我简直要笑出了声。来给我玩自媒体这一套是吧？我倒要让他看看谁是自媒体的祖宗。我让秘书也注册了一个直播账号，个人简介写的前银行理财经理辞职创业开金融公司，还特意关注了杜明的直播间。不大一会儿，杜明就引导着网友们来了，一时间屏幕上充斥着谩骂痛斥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请了个圣城大学音乐系的帅哥抱着吉他唱了一曲。一时间直播间风向骤变，屏幕上的谩骂开始被铺天盖地的哥哥好帅，爱你哥哥哥哥看我给抢占了空间。一曲罢了，我开始出来说话。这家公司目前不对外集资，主要营业项目是对凌云集团的资金进行规划，但公司成立之初人手不足，还缺以下岗位。我示意秘书将岗位打在屏幕上，继续道：入职就有5险1金，专科起报，男女不限。另外，女性怀孕生育者可享受1年的产假，2年育儿假。主任，我爷爷明天葬礼，老家离得远，恐怕回不去。而听网友纷纷称赞我有良心的资本家，还有不少人现场投简历的。有人开始骂杜明，人家是自己运营自己的资金，怎么就是骗子了？还有人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出来杜明的身份，揭穿他不就是小卢经理之前的领导吗？听说是他逼走的小卢经理，害得我们没有好的理财经理了。骂声越来越大，杜明直播间里甚至出现客户去银行大厅质问他，一时间盛城银行产生巨大的舆情，事情越闹越大，哪怕杜明关了直播间都无济于事，闹到最后惊动了银行高层。高层认为杜明引导舆论违反了银行从业者的基本道德，决定予以劝退。听王小虎说，杜明被辞退后和他表弟季平反目成仇，两人互相怨怼，连累了2家都不来往。而我经过3年的努力，终于让金融公司成功上市，甚至还因为我给女性员工的福利待遇好，获得了良心企业的称号。不少员工把公司当成家，把我当成他们的家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